有没有脸皮薄社恐的朋友？我把我的婆婆借你，让你每天社死好几回，肯定能治好。我婆婆快走了，临走跟我说要去雍和宫，她在加拿大就做攻略了，听说这里的开光能给人带来好运，于是我们就去了。到了开光这地方，流程是这样的：开光本身不要钱，但是应该先请一个手串，手串挺贵，你拿着请来的手串再去开光。温蒂坚决不买手串，直勾的就去开光，裸开。我说我给她买，她也不买。到了里边排了老长时间的队呀，前边所有人都开的手串，到她这儿了，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。温蒂一看自己手上只有男婴一枚，二话没说将孙子高举起来，把张拿铁当场开了，当场开了。我说温蒂，你给我整老尴尬了。他说开光是免费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，没人说一定买串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拿铁当成串，有问题吗？我说那他确实倒也是个串，倒也是个串。开光了。然后我们前两天在阳朔坐船，码头买票的时候，温蒂就问我咋收费，我说成人全票1.2米到1.5米，儿童票半价。结果上船的时候，检票那儿有个身高线，我都过去了，温蒂咔嚓把我薅回来，大声喧哗。张彩玲，你应该买半价票，你只有1.48米。所有人都看我呀，我说温蒂你别吵吵了，我就愿意多花那60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温蒂说，哎呀妈，你钱是大风刮来的，是不是当2天网红飘了？飘了。不光坐船，回民宿还被举报了。我们民宿有免费泳池，温蒂一天游6遍，这倒也没毛病。但是我们这民宿呢有4栋小楼，每个楼都有自己的院，每个院都有自己泳池。然后那天下午，民宿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接到群众举报，有一外国女子擅闯人家4号院人自己家包院的游泳池游泳去了。人4号院住的这个山东大家庭，面对这个外来生物也很懵啊。老板就问我说，你们2号院是不是有3外国女的？你知道是哪个吗？我说听这个作案方式，我知道是哪个，我去给他逮回来。我去给他逮回来的时候，就跟小时候我妈批评我一样啊，自己家游泳池上别人家游什么游，就看人家的好。我婆婆说4号院泳池下午旁边放水果。我说温蒂，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呢，你这么白特别容易晒出晒斑，赶紧涂一点我的修丽可防晒小银伞吧。它跟别的防晒可不一样，高倍防晒还能美白淡斑，肤感特别好，像这样伪素颜出门多方便。然后昨天我们去火锅店吃饭，他看人家别人过生日贼热闹，他也很心动啊，偷摸问我这么办 party 多少钱？我说只要你过生日就不要钱。温蒂问我那他咋知道我啥时候过生日？查护照啊？我说不查，谁骗这事儿啊？结果我这一没注意接了个电话，就是这一幕。还拿了人家3个玩具，人家火锅店小姐姐都看过我视频，说温蒂你是4月份生日。温蒂说啊，我今年过阴历。我说温蒂你咋还知道阴历呢？温蒂说我才明白，阴历在英语中叫 Chinese calendar， 就是中国历的意思。他以为他的中国历生日是自己随便选的呢，幸亏他要走了，他如果不走，为了占便宜，他得天天过阴历，他这个月月末就得阴历96岁，回去再见他61岁的老伴儿，那都得阴阳两隔的，阴阳两隔的。走了，还抱着这个豌豆苗的根儿给人打包了，说回家还能长，再过阴历的时候啊，抱过来再涮。我以为今天的主题曲是生日快乐歌呢，没想到其实是把根留住，把根留住。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？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，还得带外国老人。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，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。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，太累人了。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蒂的方式，让孩子去躲猫猫。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，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。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，然后孩子们一跑，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蒂沏一杯茶，俩人休息一会儿。我爸没想到，他一宣布，孩子们，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躲猫猫。温蒂I love that game， 成家窜出去了，狗都追不上。人家张大铁已经找好的地方，我婆婆觉得好，跟张大铁抢。张大铁说不行，这是我选的地方。温蒂告诉他，孙子，咱俩换。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，但是亲爱的上帝，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？拿铁，这样我给你2块糖，咱俩换。温蒂就藏起来了。朋友们，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，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，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！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。15分钟之后，孩子憋不住了，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，就说游戏结束了，你俩赢了，天也晚了，也不热了，咱出去遛狗吧。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，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。少个人啊？温蒂呢？不要说，不用说，不要说。这把忘记了，没找他呢，赶紧给找回来呀！你赶紧找哪个去？他不定搁哪眯着呢，你闷死了一会儿，哎呀，这不是大活人呢！你说说吧，温蒂有多不好带？温蒂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，说我爸老不带他玩，让我爸教他练剑，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。我爸没办法，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。来，温蒂，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。使劲，出汗了，乖，咱俩回家吧。多动症有点，咋的？
哎，又来，哎，又来了，给我爸忙得坏了。温迪这边跟我爸学练剑，人家温迪根本不看孩子们，温迪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，踩泥巴、钻沙堆，这都还好。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，踩完泥巴、钻完沙堆之后，回家直接穿鞋上床，随便踩。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？咱不站队了，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。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，还实操了，搭配玉图神器，让游班无所畏惧，轻松搞定日常衣物、床品物资，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，好神奇！哎，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，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。我问温迪为什么，温迪说被是有两面的，外面咋埋汰没事儿，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。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，那没事儿。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压根就没穿鞋。等我出差回来，发现我爸和温迪都不在家，一问我爸领温迪看中医去了。我爸觉得温迪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，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迪啥，睡眠呢、饮食啊、心情啊，温迪都说特别好。医生就问我爸，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？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，让我不舒服。你们俩别说话了。这个家呀，没有张大铁真得散。我带着我公公婆婆出来旅游，才1天，我公公现在说啥要找个中国老伴。我们先到了西安，因为我公公布莱恩想看兵马俑，我比他们晚到1天，我就把钱给温迪了，让他订。温迪觉得120块钱一张票太贵了，自己上网找了个兵马俑平替，门票20，第2天就给大伙全拉去了。到了地方，布莱恩就产生了第一个疑惑：这个世界闻名的景点咋没人呢？别想了，往里走吧。布莱恩陷入了第2个疑惑：这国外新闻里看着的兵马俑也没有这么多彩灯和高科技呀。再往里走，布莱恩的第3个疑惑：这价值连城的兵马俑，导游竟然告诉布莱恩可以随便摸。I can't believe we allowed to touch it. So cool. 他们的头都是可以动的，因为是不放钱。Now, whoa, what's neat? 到这儿，布莱恩彻底明白了，这都是温迪干的好事儿，这已经让布莱恩心里很不爽。但是还好，西安有很多好吃的，给布莱恩香完了。但是温迪非让布莱恩陪他吃啃某鸡。以前的布莱恩吧还会哄着，但是看完假兵马俑，布莱恩成了真爷们儿。头1天还顺从呢，今天突然鼓起勇气告诉温迪，我要吃凉皮儿。温迪说我要吃炸鸡，你是我老头，我老头就要陪我吃我喜欢的东西。布莱恩说，要不你就换一下你喜欢的东西，要不你就换个老头。温迪气得扬长而去，自己吃鸡去了。第2天我们又出去吃饭，温迪说要喝冰水，这餐厅没有，温迪就让布莱恩必须领他出去买冰水。温迪在那边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，我要冰水。布莱恩助听器一摘，热水一倒，任温迪说啥都听不见，给温迪一个一条龙服务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饭吃完一抬头，温迪没了，完全找不着。我们都着急了，我让布莱恩找，布莱恩说我不找，有缘分，北京见。 We will see her in Beijing then. 我说北京见啥呀？我孩子在他手上呢。我们就开着车沿路找啊，转了2圈，最终大胖媳妇在一家冷饮店的玻璃窗里看到了被拐儿童张大铁。不出门吧还不明显，一来中国这俩人是花钱吃喝收拾屋啥都别进。比如做家务时候，温迪就拿吸尘器，布莱恩已经熟练整上云鲸洗涤机，用完你歇着，他把剩下活全干了，缠头发自己剪，滚刷脏自己洗。S3 Island 超自律，以前大胖媳妇见着污水箱就跑，云鲸直接自律管理，不发臭，完事一拎一扔，看这地板锃亮没水渍，回到酒店直接就吵起来了。 Eat whatever you want. I will just go somewhere else and I will meet you later. Fine, go there. What do I care? You're messing everything up. You're messing up. Wait and wait and wait. Will you eat all the spicy food? Listen. 你们俩别说话了，谁要说话先举手 ，OK？ You like Chinese food? I like Chinese food. Don't 称句就行。You no like Chinese food? A little bit. Some things. You 可以饿着。 Cheese off the pizza. I eat cauliflower. It's bad. Difference between spice and 拿出你为什么生气呀？受不了了，他俩太幼稚了，太幼稚了。